嗨，我是切，我是 J， 又来到我们岛屿怪谈啦。今天要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欢迎拉丽莎。Hello，那她今天一样要来陪伴我们进入宇宙的世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部韩国非常有名的电影《与神同行1》。电影一开始是讲述一位消防员金志宏在一场火灾中殉职，被幽冥使者江明和他2位助手日值使者和月值使者接引到地。这3位使者必须呢在49天里保护金志宏通过7大地狱的审判，并且解释出他如何度过这一生，而来决定他的来世命运。如果金志宏能通过审判，他将可以转世，而使者则作为他的辩护士，协助他投胎。J， 我想问，里面有提到男主角的弟弟因为对同袍有怨念，就一直待在人间，想要复仇。所以过世的人对人间有怨念或者是思念，那他就会一直待在阳间，无法离开吗？对啊，所以我们之前几集不是就有聊到要祭拜先师，那也有讲到说，我有去家里看过很多坐在客厅沙发上的，就是他们家的爷爷或者是阿伯这一类的。那他们为什么会留在阳间呢？可能在生前有一些事没有做完啊，或者是有一些让他们感到遗憾的事情，就是放不下。那放不下，他们就没办法离开。那最多是出现在哪一种呢？例如所谓的阴灵嘛，阴灵就会有可能对妈妈放不下，那他们就走不掉的这种现象。所以有执念或者有怨念，确实会导致他们无法去离开，也不愿意到达别的空间。那如果是我们那个还没有过世的人，就是活着，活着的话，如果对过世的亲人啊，或者是有执念的话，或者是很思念的话，会不会也导致让他们就是没有办法离开？也会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有的就是他的小孩走了嘛，那小孩他放不下，他希望那个小孩一直待在自己身边，那就会导致这个我们说的阴灵或小孩灵走不掉啊，因为也舍不得嘛。对，所以记不记得中国有一些所谓的信仰，就是人往生的时候，尽量不要对着往生者哭泣，有这种习俗嘛？就是自己血脉的儿女，尽量不要跟这个往生者去表达他的感伤，或者是不希望他走的这种思念，就是怕他走不掉，就是来自于这里。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是要祝福我们的那个亲人，让他们好好离开，然后再去投胎这样子。对，所以正常的做法应该是要告诉往生者说，你可以放心，一路好走，我们会好好照顾自己。那我还想问，这里面有提到男主角到了阴间要接受7个审判官的考验，而阴间真的就是有神明在掌管吗？阴间是真的有神明在掌管，最有名的就是我们说的地藏王菩萨。应该说他不是掌管阴间，但是他是在阴间工作没有错。他想要做的就是协助那一些比较执着或者是爱恨情仇比较强烈的灵魂，对有一些事放不下的这样的亡魂，他会去劝诫他们，或者是开导他们，然后也希望他们可以放下过去累生累世的执念。那当然也有掌管阴间的其他神，只是要看那个不同的阳间居住者，他们就会衍生出不同文化性质的阴间。所以例如我们之前聊的那个希腊神话，不是就有那个冥王黑帝斯吗？那甚至我们中国的信仰也有掌管那个地狱的所谓的阎罗王。所以掌管阴间的神明会
因为不同的文化居住者会有不同的管理方式，对，也会有不同的神明在管。所以像我们中国人的话，就是18层地狱，像那个电影里面，它是7个审判，它是7层的概念。我们在讲阴间的地狱，比较像阴间的拘留所或者是监狱，就是有一些做一些比较轻微的坏事的，可能就是移居到这样的空间，会有这样的掌管神明在管他们的事情，就好像人间界不是有美国，比如说它有联邦监狱嘛，然后还有可能韩国有韩国的监狱，那北韩也有不同的监狱，他们设计的方式都是不一样，就是管理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说你在人间，他会依照你在人间做的坏事的程度的等级，然后就会分配到不同的地狱去吗？如果是阴间的监狱是这样概念，没错。可是那个跟我们圣经上面提到的地狱有点不太一样。圣经的地狱它指的就是所谓的恶魔、撒旦管的那个区域，就是空间跟区域是不一样的。那刚刚 Check 要问的应该只是针对这个电影讲的，出现的7个审判地狱嘛。对。那跟我们恶魔的那个不一样。对。那为什么那个？因为刚刚 Check 有讲到说那个使者要在49天之内帮助那个男主角，那为什么是49天？他这个应该是参考我们，因为它是电影嘛，它应该是参考我们华人所说的749天，就是我们往生者会有头七呀，然后还有77，应该是这个数字衍生来的。老师，所以这样听起来，阴间不只有监狱咯，还有别的空间。对，阴间呢，阴间所谓的我们刚刚聊到的阎罗王，那是在管里面的监狱嘛。那其实阴间更大的范围不是监狱，监狱只是一小部分而已。那大部分的人往生之后，还会再来人间投胎的。那他移居去的那个阴间，他的生活形态其实跟我们差不多诶。比如说我们前几集不是有聊到也有祖先居住的房子嘛？就像我们那个上次讲那个可可夜总会电影一样啊，他们里面可能也有夜总会的状态，然后还有赌场，就是这一个动画化的这种形式。华人的阴间甚至还有夜市啊，所以你还可以去到那个临界吃火锅我还可以去吃臭豆腐的好丰盛哦！对啊，所以根本就不用。你要去卖吗？卖什么？卖臭豆腐卖臭豆腐，我以为是卖什么东西。那所以根本就也不用害怕死亡，因为你在阴间就根本就是在跟人世间一样的意思。对啊，就是差不多形态，因为我们常强调嘛，你往生前是什么人，往生后就是什么样的鬼魂形态啊。那去到阴间，你的习性还是没什么变化。那我们在这边爱逛夜市，那边也爱逛夜市，那边也有夜市就对了。对，所以就也不用害怕死亡，不用害怕啊，因为跟灵魂对我们来说活很久，是我们肉身比较短暂而已。那但是那边的空间，阴间的装潢设计会比我们慢，大概可能落后个50年左右。那是因为我们往生之后才会把我们生前习性带过去嘛。那然后去到那边再来改装那边的设施。所以大概都会慢个50。现在我们如果现在去到阴间找祖先聊天，他要招呼我们，一定是他往生前习惯用的设备嘛。那搞不好你去那边会遇到你有清朝人祖先还是明朝人祖先啊。对。那落后50年，那他们的动作讲话是不是也都很慢？那个好像不是古人你那个好像古人不一定动作会慢，而且古人会说喂 ，hello， 你那个应该是好吗？你那应该是树懒的祖先。原来我是树懒。
你生在什么样的祖先的家庭，会有什么样的个性，应该比较有关一可能点。他这样子哦们家里都养树懒，所以很慢。哦，所以这跟个性有关，跟死后的世界跟我们的频率时间差没有关。哦对对对，好，跟速度无关，哦好，是个性。是个性。对好，但是我也是没有要去阴间的，我是要你不是要去卖臭豆腐？没有，我是上次有去报名，我是要往天堂啊，天堂，我是要去天堂。啊，这样也报名不错，去当个小天使，对呀，卖臭豆腐。不是，我不要卖臭豆腐，我是可以去吃啊。我不要卖，不是，但是我不是要去阴间吃臭豆腐，我是要去天堂吃臭豆腐啦。讲到去阴间吃臭豆腐，大家要留意哦。就是有时候我们确实会，因为祖先要招待我们，然后我们去那边吃。可是去吃了以后啊，你有可能会有3天的时间会回不来。哦，老师，你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我们做梦会梦到我们在吃东西，对，然后那可能是不管是祖先招待或是别人朋友招待的，都不要吃，对不对？你只要在梦里就是都不要吃东西。对，你要有那个意识，告诉自己说，我不能吃，我不能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其实都很热心，会招呼我们。有时候我们元神出窍就是会去那个地方。那吃了以后，你的元神因为吃到了阴间的食物，所以那个频率会跟那边比较共振。那比较共振的话，你就会有大概3天的时间是拱形的，对，因为没有回到你身上嘛。那你就会这样没有回神，对，空心，对，哦，所以要小心哦。如果梦到正好要吃东西的时候，不要太开心，意识要告诉自己不能吃，不能吃，不能吃，这样子。哦，那难怪了，我是每次都吃的蛮开心。你就是常常吃的，对呀，常常梦到。你今天才发现这个大秘密。难怪他常常猛行。我以后不会再吃了。反正就你要去，算谁不知道谁拿给我都不要吃，就算是臭豆腐我也不要吃。反正你要去天堂吃，对不对？那老师天堂的可以吃，太爱吃。阴间的不要吃，我是吃货嘛，阴间的不要吃。等你去天堂再说吧。哦，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喽。好，去吃臭豆腐了。拜拜。